养鸡场的母鸡它们见不了公鸡，为什么却能天天下蛋？那既然它能天天下蛋，那要公鸡有何用啊？那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哺乳动物和卵生动物的生殖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我们哺乳动物这里，想要有后代，雌雄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行啊。在卵生动物这里雌性下不下蛋，其实还真的跟雄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下蛋其实是雌性的正常操作。那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鸡蛋到底是鸡的啥东西啊？那么鸡蛋的英文是 egg 这个单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卵子，所以说鸡蛋其实就是母鸡的卵子。那母鸡有没有卵子跟雄性没有关系，对吧？有关系的是这个卵子它是不是受精卵啊？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鸡蛋的结构，这是一个受精的鸡蛋。因为它有了胎盘，除了胎盘以外的其他物质和结构，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胎盘的后续发育提供的营养还有场所。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鸡蛋的形成过程。我们知道人类每个月都要排卵一次，那么这个母鸡它也是一样，它也会排卵，但是母鸡的频率要高了很多。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母鸡的卵子它形成于卵巢当中这个好像跟人一样它被这个卵泡包裹。那么卵子在卵泡里会持续的发育，被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卵黄物质，随着卵黄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卵细胞就会变大成熟的，然后增大的卵细胞就会撑破卵泡母鸡就开始排卵了。那么卵黄首先会来到一个叫漏斗部的地方，并且会在这里稍作停留，大约15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卵黄会在这里形成卵黄膜以及系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卵黄唯一受精的机会。如果母鸡的体内储存了公鸡的遗传物质，这时卵黄就会受精，形成受精卵我们知道公鸡跟大多数的鸟类是一样的，主要依靠泄殖腔来完成繁殖后代。这是一个多功能的器官，包括了排泄、下蛋以及繁殖后代的功能。这就是为啥你看有时鸡蛋上会沾有脏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那么通常情况下，母鸡会将公鸡的遗传物质储存一段时间的，每次排卵的时候也就是在卵黄到达漏斗部的时候，就会让卵子受精的。如果此时母鸡的体内没有储存公鸡的遗传物质，那也不要紧，因为这并不会影响下面所有的过程。也就是说，当这个卵黄在漏斗部没有受精的话，也会照常进行下一步的那么接下来卵黄就会来到膨大部卵黄就在这里裹上一层又一层的蛋白，停留的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接下来又会来到峡部继续裹蛋白，大约80分钟的时间这些都是营养物质。最终裹好蛋白的鸡蛋会在母鸡的子宫里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形成一个蛋白质盔甲，以保护里面所有的物质。这样一个发育成熟的鸡蛋，也就是一个带着丰富营养的鸡的卵子就从子宫通过泄殖腔排泄出来的，也就是母鸡下蛋的过程。那么紧接着母鸡又会重复以上的过程继续下蛋，跟有没有公鸡是没有关系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下的这个鸡蛋是不是这个受精的鸡蛋那么受精的鸡蛋可以孵化出一只正常的健康的小鸡，没有受精的鸡蛋基本上是不能孵化出小鸡的。所以说我们吃鸡蛋其实吃的都是那种不能孵化小鸡的鸡蛋，因此吃鸡蛋并不算是杀生，对吧？这一点很重要不过也有例外，卵生动物和哺乳动物还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哺乳动物是无法做到孤雌生，是绝对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仅仅依靠雌性的卵子是不能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的。但在卵生动物这里并没有这样严格的限制，有时候没有受精的卵子也就鸡蛋也能孵化出幼崽，但这样的幼崽往往相比受精后诞生出来的幼崽的身体状况稍微要差一点。由于我们吃鸡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卵黄还有蛋清里面的营养物质，不是为了鸡蛋里面还未发育的胎盘，因此鸡蛋有没有受精其实对营养价值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因此作为养鸡场，他们是不会专门饲养公鸡来给母鸡受精的，这样做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过为了鸡的繁衍生息，也会有专门育种的养殖场那里就有公鸡还有母鸡它们下的蛋是专门用来孵化小鸡的。由于产量非常大，靠母鸡在放在身下暖是不现实的，所以一般会有那种大型的温室或者是保温箱来为母鸡代劳的，可以实现无限制的繁殖。那么除了育种，人们对鸡肉的消费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保守估计人类每年要消费650亿只鸡。那么这么大的数量也让公鸡感到了力不从心，所以说人们会为它们注射激素或者食用一些含有激素的饲料来让公鸡时刻在线，保持战斗状态。那说到这里，稍微感到我们人类有些残忍鸡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它更像是一台机器。因为下蛋的母鸡从一出生就被关在了一个无法转身的笼子里面，每天靠廉价输入自己的卵子来获得生存的机会和每天的口粮。所以说，小小的一只鸡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鸡肉和鸡蛋是人们生活中最优质、最廉价的蛋白质
在消费量上仅次于猪肉。因此，当猪肉涨价的时候，鸡蛋也会跟着顺势涨价的，因为你买不起猪肉啊，你就只能吃鸡蛋和鸡肉来获取蛋白质了啊。所以说，猪肉一涨啊，鸡蛋也就跟着涨价了。那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了蛋禽消费量第一大国，每年至少要吃掉4000亿枚的鸡蛋，相当于2000万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也就意味着每时每刻啊，养殖场的母鸡都闲不下来，都需要加紧制造鸡蛋啊。在我们说话间，已经有很多母鸡下蛋了啊。好，我是理论科学，两位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